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Harry，咱们今天又见面了。然后今天的主题就是这个鲤鱼王。我的目的其实是还原这个呆呆兽，还有这个可达鸭见面的这个经典名场面。那里边呢需要有这个皮卡丘，还有大泉蟹，还有鲤鱼王。那今天呢给大家说一下这个鲤鱼王的拼法。先看一下我这个鲤鱼王的这个特点吧。首先呢，它是一个身体呢是一个红色调为基础，头顶上面一个黄色的王冠，然后下边一个黄色的鱼鳍。那两边呢分别是黄色的须子，是可以活动的，这样上下动，然后左右动。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关节还可以这样动，所以可以调整它鲤鱼王这个须子的角度。嗯。然后这个鱼鳍，这个是叫鱼鳍吧？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可以活动的。另外，最后一个活动的地方就是它的尾巴，这样晃来晃去。我继续来讲我的拼法，然后呢，我会按照我拼的过程给大家大概说一下。拼法呢还是一样，先找特点，然后定比例，之后从最小像素向外拼，大概就是这样子。那这个的话，特点的话呢，首先颜色呢，背景是一个红色，然后啊、顶和底呢是用黄色，两个黄色的这个须子啊、然后嘴唇是一个张开的一个 O 型，然后就是两边还有这个鱼的相应的部件嘛，它的鱼尾是可以动的，因为鲤鱼王呢它的技能就是一个打水嘛，所以我就做了一个鱼尾可以动的。然后找完特点之后呢，就是定一下比例啊。我这个定比例的话呢，因为要考虑到这个视频嘛，所以我就拿了那个视频这张图，它的鲤鱼王的大小呢会和呆呆兽的头大小有点相似。还有这张。啊、那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。因为我是最小像素呢，还是从眼球，还是从眼睛往出拼，那把眼睛和呆呆兽的眼睛做的元素差不太多就可以了。我这个鲤鱼王的眼睛，现在我拼的高度应该是2乘4的，它看着有点瘪，所以它拼完之后，整个的鱼的效果就没有像这条鱼这么的圆，这么的鼓，所以它就有一点瘪。这个被我老婆吐槽呢，是火箭队的机械版的鲤鱼王啊。鱼的眼睛定完之后呢，就往前面拼，拼出它的嘴，然后这两个须呢，就是用的这种一个连接器，C 型的连接器，这边一个对应的位置，我给它加在一起，先放在这儿，然后这个须子是最后拼的，因为前面你没必要拼，拼上之后你要拼别的地方，它也就是不太好固定。然后就是把第一个身子补齐，差不多补到这个位置，然后这个两边的鱼鳍啊，还有这个头顶顶和底都是后边加的。然后说一下这个鱼尾巴，这个我是想着要做的，我用的就是这种一个圆球，这边是一个向它对应的一个连接器，这次没有用那个带卡槽的连接器，就这样装上。再往下拼的就是头顶和下边的还有这个底，头顶拼出一个王冠的样子，下边也是按照这个形状，用这种带斜坡的斜向下，然后再用这种反斜坡的来拼出一个类似于一个有这个锯齿的形状吧。最后说一下它两个不规则的地方，一个是这个鱼鳍啊，鱼鳍还有这个鱼尾这个形状，这个三角形。这两个地方呢，就是如果用方方正正的去拼呢，其实很不好拼。我这两个地方拼的，其实我也不是很满意，就是用这种标准的有直角的这个形状去拼这种不规则的，其实我觉得还是有一点难的。这个其实如果是乐高官方出的话，有这种特殊形状的砖块的话，那效果会更好一些。我就是用的标准砖块去拼的所以我觉得效果其实一般。但是呃因为其他的特征已经具备了，所以这两个细节呢
会影响一点效果，但不影响它是一个这个鲤鱼网。然后这个鱼鳍呢，我就是用的这种 C 型的连接器，都是 C 型连接器。这次没有用卡槽连接器，因为它，首先它不太不太重，另外呢，它的角度是这种横向的，所以不需要那种带卡槽连接器。我就直接用的这种 C 型连接器，那样它它动起来更灵活，任何的角度都可以。带卡槽连接器的话，它因为有那个卡槽嘛，所以说它那个角度呢，可以说就是那么几种，就卡槽那卡住那个位置就定在那儿了啊。但是这种 C 型连接器呢，就是你可以任意调它的缺点就是它不太能够承受太大的重量，就是你像这个地方，看这个鱼尾，我也用的 C 型连接器，它就会经常会这样。就经常会就这样掉下来。我每次这样，你看我放拿上了，我这样一动这样动动，你看它就掉下来了。这样，这就是 C 型连接器的一个缺点它不吃力，但是它的优点就是它任何的角度它都能停住。你看它任何角度它都可以停住然后须子就很简单了，须子的话就是 C 型连接器2套这种 C 型连接器，还有对应的下边一个1×4的。然后这边一个我做了一个长一点的，这样可以做出一个这个鲤鱼王须子飘起来的效果。这样它可以各种角度来飘，可以这里向前飘，向下飘，然后这个地方向后飘。好，那这期视频呢就到这儿欢迎大家点赞、评论、转发、关注我的频道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